我抽机票盲盒又抽到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儿——怀化。我说怀化是哪儿啊？一查，湖南的，那肯定好吃。再一看，它还和贵州、广西交界，有好多少数民族。我说那肯定好玩，所以咱说走就走，直接就登上了去怀化的飞机。还没降落，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地儿好绿呀，那一个个小山包就像一个个小苔藓，还有很多梯田，长得就像水彩画的调色盘一样。下了飞机进了县城，感觉也是一片郁郁葱葱，路两旁这些商店挤在一起，保留着很古老的那种广告牌的样子。那来湖南最不能错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嗦粉，正好我的摄影师是湖南妹子，她就跟我说，在湖南找好吃的就在学校附近找，所以我们就在芷江二中旁边随便找了一家粉店，果然很好吃。我们点了牛肉粉、鸭肉粉，还有肥肠干拌粉，还加了鸭脚、鸭腿。这一口粉嗦进去，直接把我干服了，好吃到跺脚，那个葱香、肉香、辣椒香混在一起，香辣上头，吃得我直冒汗。怎么能这么好吃？我都没有形容词了。然后嗦完粉呢，我们就去了一个叫龙津风雨桥的景点。一开始以为是那种文化景观，就很无聊，结果好玩到我直接在里面待了一个下午。就因为它表面上是一座桥，其实里边是一条商业街，旁边还有小亭子，亭子上面还落着塔，塔下面又是河，就很多本地人在里面打牌、下棋、吃饭、乘凉，甚至是跳广场舞。所以我就马上入乡随俗，直接去拖鞋大世界买了一双拖鞋，就踏拉着在这个桥里面闲逛。这里边不光是卖衣服、卖鞋、卖帽子的，甚至还有看牙的。哎，我说这个店怎么给自己起名叫乱七八糟呀？走近一看，发现他卖的那吃的就叫乱七八糟，它有点像关东煮，但是是香辣版的，就那个海带、豆干还有魔芋，入味极了，贼拉好吃。还有这个冻古老酸萝卜，就把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全都腌了或者炸了，然后凉拌到一起。我就在这桥里边边吃边逛边玩，累了就在亭子边歇歇，水边就吹来徐徐的风，又惬意又幸福，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。即使最后出去发现车被贴条了，我依旧很开心。然后离开风雨桥，我们就去了怀化另一个县，叫通道侗族自治县。到这儿已经是晚上了，所有的建筑上面都用这个小彩灯围着，屋檐都是那种翘起来的，就很有侗族风情。还遇到我的小粉丝，他们就跟我推荐一定要去侗寨好好体验一下侗族的生活。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直接住在了这个侗寨里边。这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外面一片漆黑，只能听到青蛙的叫声。今天玩了一天也挺累的，幸亏带了这个欧莱雅真 C 瓶，熬夜暗沉出游都不怕。你看这个水溶质地，上脸水润润的，吸收巨快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也透透亮亮的，根本不像熬了大夜，再化妆也一整天都不氧化。直到早上起来，我才看到整个侗寨的阵容，给你一种桃花源的感觉。木屋高高低低，但是又错落有致。懂事的小孩，卖豆腐的奶奶，划竹筏的大叔，你买一根冰凉凉的菠萝，走在这个石板路上，你就觉得好像是自己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，不用写暑假作业，也不用担心时间流逝。中午坐在水边吃个碱面，再嗦个扁粉，吃完就昏昏欲睡，然后就真的能睡一觉。就有时候觉得这种不要有目的哪儿都不用去的旅行才最幸福。你就在这儿坐着，然后你就很快乐。睡醒了，我给自己租了一套侗族服饰，50块钱一套，不限时。团队的小伙伴也一人一身，叮叮咚咚的，穿上就忍不住想跳舞。晚上又去吃了合拢宴，就一群不认识的人坐一个大长桌。刚开始确实有点尴尬，但这歌舞一起来，我和旁边的大叔马上就融入进来了。他们问我要不要体验一下高山流水，我以为是什么好事儿，结果最后晚上还去看了侗族的歌舞表演。不要以为是专业的团队哦，就是住在这个寨子里面的农民，他们下午还穿着干农活的衣服在排练，个个都是能歌善舞。就看他们演出，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原生态的真诚和朴实。看完表演也该离开侗寨了，在怀化只有最后1天的时间，但怀化太大了，还有很多县我们都没有时间去，所以我们决定在盲盒的基础上再开一次盲盒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放到下一期再说，敬请期待。你们会因为想吃一种水果专门飞到一座城市吗？我抽机票盲盒抽中了广东惠州，苏轼的那首日啖荔枝300颗写的就是这儿。我说这好呀，我也想试试一天吃300颗荔枝是什么感觉。于是我毫不犹豫的就降落在了惠州。刚出机场就是一股热浪袭来，就那种又湿又闷的天气，真的是让我这个北方人喘不过气儿来。我说赶紧先给我来一筐冰镇荔枝。我们就直奔了这个镇龙镇的一个采摘园。结果到这儿吧，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我说这
荔枝呢？怎么一点红色都没瞅见呀？一问才知道没熟，说这2天熟的都是海南那边的妃子笑，他们这边的桂味和糯米糍压根儿就没熟。我说我不相信。摘下来一吃，我酸的牙都要掉了。老板娘说，他们这儿的荔枝是最晚熟的品种，在树上待的时间最长，口感也最好。尤其是糯米糍，核小肉厚，皮儿还薄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又软又弹。就是我们这里的荔枝就是最好吃的荔枝，所以这次我就只能望之解渴了，也算是帮你们提前踩个点儿。如果你们谁端午节有空，麻烦来镇龙一趟，帮我带他几百颗荔枝，谢谢啊！荔枝没吃成，汤粉总不能错过了吧？我们就又来了恒利。原本我以为广东这边的吃的都是那种又甜又烂乎的，结果这个汤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从猪脚到鱼丸，从粉到汤，都是那种特别爽利的口感，一丁点都不腻，又鲜又美又淋浪。老板娘也特别健谈，一看就是个爽快人。良心的树赚良心的钱，不像也不会亏，自己也感觉赚了那个钱也很开心。吃完汤粉呢，我们又来到了惠东，在镇子里面溜达溜达，消消神儿。结果让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，里边装的都是这种舞狮的道具。哎，我说舞狮可是广东的特色呀，能不能让我也舞一下呀？还真让我谈成了，因为这舞狮队里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儿，所以我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。锣鼓一敲，衣服一套，我就变成这狮子尾巴了。莫名其妙配合的还挺好，这狮子就栩栩如生的。我说不行，我要做狮子头，他们就又教我怎么张嘴，怎么眨眼，甚至还学了个像杂技一样的动作。虽然这狮子服里面是真的很热，就像在大夏天裹着棉被跳舞，但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这个下午真的好快乐。晚上呢，我们就终于来到了海边，看到了惠州这边的大亚湾，入住了一个高层的海景民宿。明天我们就从那儿出海。那晚上呢，当然就得用舒肤佳红石榴沐浴露洗个澡，好好放松一下身体。它是那种特别高级的红石榴爆汁果香调，感觉像是在红石榴园里洗澡，就很治愈。泡沫特别绵密，还添加了果酸和比毛孔还小的清洁粒子，身上擦的防晒还有堆积了一天的油和汗都能洗掉。洗完澡感觉每个毛孔都通畅了，摸着清爽又细腻，伴着甜甜的味道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才有精神去探险呀。第二天一大早呢，我们就在码头找了一艘小渔船，船长叫强哥，是个东北人，但据说称霸惠州多年。于是边听他吹牛，我们就边向着深海出发了。受到强哥的鼓舞，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来点刺激的，于是我们选择了去无人小岛探险。岛上怪石嶙峋，周围就是无尽的深海。一开始还只是在礁石间跳跃，到后面干脆就变成了攀岩。海风很大，礁石很乱，头顶还有老鹰在盘旋。看着岛上的一片荒芜，恍惚中我觉得自己好像是鲁滨逊，看到接我们的船都忍不住喊救命！救命啊！好不容易回到了船上，我们又赶上了坏天气，海浪突然就变得很汹涌，一下一下的拍打着我们的船体。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对真正大海的恐惧。好在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，过了一会儿就风平浪静，我就又体验了一把掌舵的感觉，还找了个无人的浅滩泡了一下自己。折腾了一整天，终于等到退潮的时候，我们就又到一个小岛上赶海。原本以为螃蟹贝壳是遍地捡，没想到是对眼力的超级考验。好不容易找到他们藏身的洞穴，海鲜们还宁死不屈，钳子夹断了都不愿意出来。到最后也只有一只小螃蟹给了我点面子，那礼尚往来，我就把它又放回了大海。晚上呢，我们又到了这海上鱼排吃饭，它们就像是被固定在海上的竹筏，渔网里面养着新鲜的鱼虾，捞上来就做，做完了就吃。我也是第一次吃到了真正的活海鲜。老船长说，现在这样的鱼排已经很少了，广深那边海线开发的太好，但真正的出海，真实的渔民还得在惠州。我很喜欢这里未经雕饰的大海，因为我知道风浪越大，鱼越大。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像老船长一样运筹帷幄，向着未知的深海前行。